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自牵线的故事，关于一位广州女孩小婷和台湾男生阿杰的远距离姻缘。别看现在两岸交流这么多，但还是有不少人对对方的生活状况有误解呢，尤其是大陆这边。总有人觉得台湾那边穷，但真实情况可完全不是这样的哦。故事要从3年前说起，小婷当时28岁，在广州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主管，收入不错，家庭条件也很好。但是婚恋市场上，她总觉得找不到合适的对象。一次偶然机会，她通过我认识了台湾男生阿杰。当时阿杰35岁，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做高管，事业有成，为人温和有礼貌，特别会照顾人。两人一开始只是线上聊天，谁知道聊着聊着感情就来了。虽然隔着海峡，但两人的三观特别合拍。半年后，阿杰专程飞到广州见小婷，当面一见，更是觉得彼此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小婷的父母一开始是反对的，毕竟远嫁台湾，路途遥远，以后回家不方便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：台湾真的比大陆富裕吗？女儿过去会不会生活条件下降啊？这个想法在很多大陆父母心中都存在着呢。为了打消家人的顾虑，小婷决定先带父母去台湾旅游一趟，实地感受一下台湾的生活环境。这一去可不得了，小婷的父母彻底被台湾的生活品质和细节打动了，尤其是台湾的休息站，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。去台湾的第2天，阿杰开车带着小婷一家从台北前往垦丁旅游，开了大约2小时。阿杰说要在南投的休息站稍作停留，小婷的父母以为就是像大陆高速服务区那样，简单吃个饭、上个厕所就走人。没想到，当车子驶入休息站停好后，小婷的父母直接傻眼了。哇，这哪里是休息站啊，简直就是个度假村嘛！小婷爸爸忍不住感叹道：确实，台湾的高速公路休息站与大陆的服务区有天壤之别。首先是环境，整个休息站绿树成荫，花草丰盛，还有专门的园艺师打理，处处体现着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美的追求。其次是建筑设计，每个休息站都有其独特的主题和风格，融合了当地特色，不像大陆服务区那种千篇一律的模式。这个休息站居然还有主题，小婷妈妈惊讶地问道。阿杰笑着解释，对啊，台湾的休息站都有自己的特色，这个南投休息站以茶文化为主题，不仅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茶饮，还可以了解台湾茶文化的历史呢。走进休息站内部，干净整洁的环境让人心情舒畅，卫生间更是让小婷爸妈大开眼界，不仅一尘不染，还配备了完善的无障碍设施，甚至有专门的婴儿护理室。这厕所也太干净了吧，比我们家的还干净。小婷妈妈感叹道。餐饮区则更是让人惊喜，不同于大陆服务区常见的快餐和简餐，台湾休息站内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选择，从传统台湾小吃到国际美食应有尽有，而且价格公道，完全不会像大陆服务区那样宰客，这价格居然和外面的餐厅差不多。小婷爸爸惊讶地看着菜单，阿杰点点头，是啊，台湾的休息站餐饮都是严格管控价格的，不允许乱收费，而且这里的美食都是当地有名的品牌进驻，品质有保障。小婷一家点了几样台湾特色小吃，什么卤肉饭、蚵仔煎、珍珠奶茶等，味道确实不错，完全颠覆了他们对服务区食物的印象。吃完饭后，阿杰带着他们在休息站逛了起来。让小婷父母没想到的是，休息站内居然还有特产店、书店、便利店，甚至还有手工艺品展示和销售区域。这里的特产价格和城里的商店一样，没有所谓的景区价。阿杰介绍道，而且这些产品都是当地特色，政府会严格把关品质，保证游客买到的都是正宗货。小婷妈妈被一家贩卖手工皂的店铺吸引住了。店铺不大，但陈列精美，产品种类丰富。这家店是南投本地的一个小作坊制作的手工皂，用的是当地种植的花草精油，很受欢迎呢。阿杰解释道。
小婷妈妈买了几款手工皂，并惊讶地发现店员会详细介绍每种产品的功效和使用方法，服务态度极好。台湾的服务业水平确实比大陆高出一截啊！她不由得感叹。休息站内还有一个小型展览区，正在展示当地的文化历史和自然风光。阿杰告诉他们，台湾的休息站不仅是旅途中的停靠点，更承担着宣传当地文化和特色的功能，是台湾旅游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里的工作人员素质都很高。小婷爸爸观察了半天后说道，从清洁工到服务员，再到店铺的销售人员，大家都很专业，服务态度也特别好。阿杰点点头，这也是台湾社会整体服务意识的体现。在台湾，服务业是很受尊重的行业，无论什么岗位都有完善的培训体系和晋升空间。小婷一家在休息站足足待了近2个小时，完全忘记了这只是一个中途休息的地方。当他们继续踏上旅程时，小婷的父母对台湾的印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果连路边的休息站都这么有品质，那台湾的整体生活水平确实不低啊。小婷爸爸若有所思地说。小婷妈妈则拍了拍女儿的手，看来阿杰真的能给你提供很好的生活环境，妈妈放心多了。这只是他们台湾之行的第一站，接下来的几天，小婷的父母通过亲身体验，对台湾的社会环境、生活水平和人文素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也渐渐打消了对女儿远嫁的顾虑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杰带着小婷一家走访了台北、台中、高雄等地，每到一处，小婷的父母都会情不自禁地与大陆的情况进行对比，尤其是在看到台湾的医疗、教育、环保等公共服务领域后，他们对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全新的认识。真没想到台湾的医院这么人性化。在参观台北一家医院时，小婷妈妈惊讶地说道。阿杰介绍，台湾的全民健保系统覆盖了所有居民，就医不仅方便，费用也很低，而且医院的服务态度极好，医生会花足够的时间与患者沟通，不像大陆医院那样总是匆匆忙忙。在台湾，医患关系比大陆和谐多了。阿杰说，因为制度设计合理，医生不需要靠开药赚钱，病人也不会感觉被宰。小婷爸爸对此深有感触。确实，我在广州看个普通感冒，医生连3分钟都不会给我，开一堆药就打发我走人了。在教育方面，阿杰带他们参观了自己的母校，一所普通的公立学校。干净整洁的校园环境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设施，以及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，都让小婷父母眼前一亮。台湾的教育不像大陆那样应试导向，更注重孩子的兴趣培养和人格塑造。阿杰解释道，虽然学习压力也不小，但方式更加人性化。小婷妈妈若有所思，如果以后有了孩子，在这边上学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呢。谈到生活方式，小婷和父母发现台湾人的生活节奏比大陆慢很多，更注重生活品质。大家下班后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，周末会去郊外踏青或参加社区活动，不会像大陆那样加班加点拼命赚钱。台湾社会更注重平衡。阿杰说，我们认为赚钱重要，但健康和家庭更重要。很多台湾人宁可收入少一点，也要保证生活质量。这种生活理念也体现在两岸的婚恋观念上。阿杰向小婷父母介绍了台湾的婚恋文化。在台湾，夫妻关系更加平等，家务活不分男女，都是共同承担。阿杰说，而且台湾男生普遍比较体贴，会主动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，这倒是真的。小婷笑着说，我认识阿杰这么久，发现他做饭比我还好呢。阿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在台湾，男生会做饭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学会照顾自己和关心他人。小婷妈妈深有感触，这点确实比大陆好。我们那边虽然现在年轻人观念在变，但还是有很多男生认为结了婚就是女方该承担所有家务。在参观阿杰的家时，小婷父母也惊讶地发现，虽然不是豪宅，但空间规划合理，设施齐全，处处体现着精致和舒适。台湾人的生活品质确实很高。小婷爸爸感叹道，虽然房子可能没有广州的大，
但生活的舒适度和便利性一点不差。阿杰笑着解释，台湾人更注重居住品质，而非面积大小。我们喜欢把家布置得温馨舒适，注重细节和实用性。当然，台湾社会也并非完美。阿杰坦诚地跟小婷一家分享了台湾面临的一些问题，比如经济增长放缓、年轻人就业压力大、住房价格高企等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，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阿杰说，旅行结束后，小婷的父母对女儿远嫁台湾的顾虑少了很多。他们看到的台湾是一个社会发达、生活品质高、人文素养好的地方，完全颠覆了他们之前的刻板印象。女儿，妈妈现在理解你为什么愿意嫁到台湾了。回广州的飞机上，小婷妈妈握着女儿的手说，阿杰是个好男孩，台湾也是个适合生活的好地方。只要你幸福，妈妈就放心了。小婷感动地点点头，谢谢妈妈理解。其实我和阿杰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他来自台湾，而是因为他这个人真的很好，他尊重我，关心我，愿意为我们的关系付出努力，这在哪里都是难得的。婚礼定在了半年后的春天，地点选在了台北的一家5星级酒店。阿杰的父母早就知道儿子交了个大陆女友，对此非常支持。在台湾，与大陆通婚的案例越来越多，社会接受度也很高。婚礼当天，小婷穿着白色婚纱，阿杰一身笔挺西装，两人在亲友的祝福中许下了一生的承诺。来自大陆的亲友们都被台湾婚礼的温馨和浪漫所打动，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新郎在婚礼上为新娘弹奏钢琴、朗诵自创的情诗时，更是感动不已。台湾男生真的好浪漫啊！小婷的表妹悄悄对她说，在我们那边，结婚就是吃饭、敬酒、收红包，哪有这么多仪式感？小婷笑着解释，台湾的婚礼更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，不是单纯的社交活动。阿杰花了很多心思准备这些环节，就是想让我感受到他的爱和重视。婚后，小婷和阿杰在台北安家，刚开始的适应期并不容易，语言、饮食、生活习惯的差异都需要磨合，但阿杰非常体贴，总是耐心地帮助小婷融入台湾社会。他教小婷学习台湾的地方语言，带她认识当地的朋友，陪她探索台北的每一个角落。小婷也在努力适应新环境，她很快找到了一份在台湾企业做大陆市场推广的工作，利用自己的跨文化背景优势，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。工作之余，他还参加了台湾的各种社区活动，结交了不少当地朋友。刚来台湾时，我真的有点担心自己会融不进去。小婷对我说，但后来发现台湾人普遍很友善，对大陆来的新住民也很包容。现在我已经完全爱上这里的生活方式了。在台湾生活2年后，小婷和阿杰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小婷的父母专程从广州赶来台北，帮忙照顾坐月子的女儿和外孙女。这一次，他们在台湾停留了整整3个月，更深入地体验了台湾的日常生活。台湾的医疗服务真的太好了，小婷妈妈赞不绝口。产科病房像酒店一样舒适，医生护士态度极好，产后恢复中心的服务更是一流。在广州，别说公立医院，就算是私立医院也很难享受到这样的待遇。小婷爸爸则对台湾的育儿环境赞赏有加，这边的公共设施都非常亲子友好，到处都有母婴室和儿童游乐区，而且空气质量好，食品安全有保障，确实是个适合养孩子的好地方。最让小婷父母惊讶的是，阿杰在女儿产后表现出的责任感和体贴。他不仅主动承担了大部分家务，还经常半夜起来帮忙照顾孩子，让小婷有充足的休息时间。我们那边的女婿可不会这样。小婷妈妈感叹道，很多男人觉得照顾孩子是女人的事，最多就是偶尔抱抱孩子，拍个照发朋友圈，实际上什么都不干。小婷笑着说，这就是我为什么爱阿杰啊，他从不觉得照顾家庭是谁的责任，而是我们共同的事业。在台湾，夫妻关系更平等，家庭责任也更均衡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间小婷和阿杰的女儿已经1岁多了。
作为红娘，我经常收到小婷发来的全家福照片和生活近况，看着他们幸福的笑脸，我真心为这对跨海峡的恩爱夫妻感到高兴。最近，小婷和阿杰决定带着女儿回广州探亲，顺便让大陆的亲友们见见他们可爱的宝贝。这一次，阿杰的父母也一同前往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。我爸妈一直很好奇大陆的变化，这次终于有机会亲眼看看了。阿杰兴奋地告诉小婷，这次广州之行可以说是两岸亲家的深度交流，也是台湾人和大陆人生活观念的一次直接碰撞。阿杰的父母虽然之前有些担忧，但见到小婷的父母热情好客，立刻打消了顾虑。两家人很快就熟络起来，一起吃饭、逛街、游玩，其乐融融。没想到广州发展的这么快，阿杰的父亲感叹道：“高楼大厦、地铁网络、购物中心，一点不比台北差啊。”小婷的父亲笑着解释：“是啊，这些年大陆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，尤其是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，硬件设施确实很先进。”然而，在参观了广州的一些公共设施后，阿杰的母亲还是发现了不少差异。虽然大陆的建筑很气派，但在细节处理和人性化设计上还是有提升空间的。他委婉地说，这一点在他们一家自驾游去珠海的路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途中，在一个高速服务区停留时，阿杰的父母亲身体验了大陆的高速服务区，这与他们在台湾的休息站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里的厕所怎么这么简陋？阿杰妈妈皱着眉头走出卫生间，而且没有无障碍设施，老人家很不方便。用餐时，他们点了几份盒饭，价格不菲，但味道一般，让习惯了台湾休息站美食的阿杰父母颇感失望。台湾的休息站虽然不豪华，但处处为旅客着想，休息环境舒适，餐饮选择多样，价格公道。阿杰爸爸忍不住做起了对比，小婷爸爸点点头，确实如此。我们去台湾旅游时，最惊讶的就是你们的休息站，简直就是个小型度假区。这方面大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不过大陆也有其独特的优势。在购物方面，阿杰的父母惊讶于大陆移动支付的便捷和普及程度，太方便了，扫一扫就能支付，连零钱都不用带。阿杰妈妈惊叹道，台湾在这方面确实落后了。此外，大陆的网络购物、外卖送餐等服务也让阿杰父母大开眼界。在台湾，外卖种类没这么丰富，送餐速度也没这么快。阿杰爸爸说，看来两岸各有所长，可以互相学习啊。在交流中，两家人也自然而然地谈到了两岸婚恋观念的差异。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婚姻的期望不同。小婷妈妈说，大陆这边，尤其是我们这一代，更看重婚姻的实际条件，比如男方有没有房子、车子、收入高不高等。阿杰妈妈若有所思，台湾也有这种情况，但可能没那么明显。我们更注重两个人的性格合不合，生活习惯协不协调，能不能长久相处。还有一点，阿杰爸爸补充道，台湾男生普遍比较愿意承担家务，不会像有些大陆男生那样认为结了婚就是女方该包办一切。小婷点头赞同，这确实是我选择阿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他不仅会做家务，还特别会照顾人，让我感觉被重视和尊重。谈到育儿理念，两家人发现两岸也存在不小的差异。大陆的父母通常比较焦虑，总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小婷妈妈说，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学钢琴、英语、舞蹈等各种特长，周末满课。阿杰妈妈点点头，台湾的确相对轻松一些，我们更注重孩子的兴趣培养和性格塑造，不会给孩子太大的学习压力。当然，台湾的教育竞争也很激烈，只是方式不同罢了。这次广州之行，不仅让阿杰的父母对大陆有了直观认识，也让小婷的亲友们对台湾有了新的了解。尤其是小婷的表妹，一直向往嫁给台湾男生，这次见到阿杰一家后，更是坚定了想法。丽姐，你能不能也给我介绍一个台湾男生啊？临走前，小婷表妹悄悄拉着我的手问道。我笑着回答，两岸通婚不是简单的台湾好或大陆好的问题，而是看两个人是否相配。
小婷和阿杰能走到一起，是因为他们性格互补，价值观相近，愿意为对方付出和妥协。回到台湾后，小婷和阿杰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，女儿健康成长，事业蒸蒸日上，两人的感情也愈发深厚。尤其是经历了2次探亲之旅，两人对彼此的文化背景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尊重。嫁到台湾这3年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生活节奏变慢了，但品质提高了。小婷对我说，在大陆时，我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，生怕落后于他人，但在台湾，我学会了享受当下，关注生活的点滴美好。阿杰则表示，娶了大陆媳妇，让他的视野更加开阔。小婷的勤奋和上进心感染了我，让我不再满足于现状。我们彼此影响，取长补短，这也是跨文化婚姻的魅力所在。作为红娘，看到自己牵线的2个人如此幸福，我感到由衷的欣慰。其实，两岸婚恋从表面上看是2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结合，但本质上还是2个人的结合。只要彼此真心相爱，愿意理解包容，跨越海峡的爱情一样可以开花结果。当然，远距离恋爱和跨文化婚姻确实面临着更多挑战。我想借小婷和阿杰的故事，给有意向两岸通婚的朋友们一些建议。首先，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，就像小婷带父母去台湾亲身体验一样，实地考察比道听途说重要得多。其次，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。两岸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还是造成了不少差异。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对方，而要试着理解和接纳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再者，做好长期分离的心理准备。两岸通婚意味着至少有一方要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，远离亲友，这需要双方更多的耐心和体谅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选择伴侣还是要看对方的人品和两人的相处模式，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对方来自台湾或大陆。好的婚姻需要2个人共同经营，无论来自哪里都是如此。丽姐，我们打算明年再生一个孩子。前几天，小婷发微信告诉我这个好消息，感谢你当初介绍我和阿杰认识，让我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看着他发来的全家福，阿杰搂着小婷，女儿坐在爸爸肩上，3人在台北的阳光下笑得灿烂。这一刻，我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，也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。跨越海峡的爱情需要更多的理解、包容和勇气，但只要找对了人，这份爱情一样可以开花结果，绽放出最美的光彩。希望小婷和阿杰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发，也希望有更多像他们这样的幸福家庭出现。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